因为我们提到这个蒋经国大家在谈到很特别是，他其实曾经到苏联去受过马列主义的这些教育他曾经还跟邓小平是同学那大家会很不解为什么一个看来这个受过这个苏联的教育，然后也曾经跟邓小平是这个同学那在最后为什么会走向所谓的反共啦？对于这些所谓的中共的认识这么样的了解，然后这么样的透彻，在晚年甚至都定出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等等这些我们在台湾在我们这年纪受到教育的人都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些原则这部分是不是请教国成老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些转折？因为当时的中华民国的形势就是反共不得不然因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当时中华民国最大的敌人嘛。那蒋经国呢，身为这个中华民国的领导人，老实说，你不反共就等于是反自己这个中华民国就没有存在的这个可能所以我想这点是客观形势上这个是不得不然。那其实跟今天也是一样的。那但是呢，其实我们也都很清楚了蒋经国他在苏联接受教育然后也加入过共产党，也曾经在蒋介石就是他父亲清党的时候甚至还改了俄国姓名，剧烈批判他的父亲。那这个他个人其实对共产党的计划经济思想控制然后这个重视特务情治系统这些东西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到他主政之后呢这个譬如说10大建设啦这个台湾的各种文化啦思想的这种压制，这其实还是共产主义的。所以也就是说他反共反的是他对外的政策跟国家基本的路线，但是对台湾内部社会的治理来讲其实它受到共产党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计划经济我刚才提到像10大建设这个大钢厂造船厂然后国家的力量介入许多的这个经济活动这个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共产主义的反应。也就是说在他的身上其实存在着2种特质这一点来讲是我们研究这个评判任何历史人物的时候其实都是常常会看到的事情。像譬如说跟蒋经国同一个时间的这个差不多同一个时间的韩国总统朴正熙这个也被认为是一个右派一个反共的一个威权的领袖。可是朴正熙早年也是左派分子这个在民国刚成立的时候，朴正熙一度是被认为是所谓赤色分子还没有被军方重用后来是他自己立了战功之后呢才逐渐的这个恢复了一些他的这个名誉跟声望。所以我认为其实台湾的社会现在需要的就是对于这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特别是蒋介石、蒋经国2位总统更多的历史研究更多的这种这个史料的这种公布跟探讨。我想这一点来讲其实蔡英文去的这个七海文化园区致辞与其是说呢他这个支持或者是歌颂或者是认同蒋经国，不如我们说台湾的政府从政府最高领导人开始走向了就是我们要正确的或者是更多的去研究去评判去这个思考去反思过去领导人的这个历史。我认为这个才是它带来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不管你支持它也好反对也好，我们都是要多研究像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在科技部主持的研究计划里面有3个是跟蒋介石有关的，所以应该有稍微说一点话的这个资格。那我认为台湾其实对于这个2位姓蒋的总统其实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对他们的了解都不是很充分这个现在有许多的史料其实呢我们可以对他们有更多了解。但是现在来讲台湾就是很多的这个人其实对于前总统的研究这个都不是想这个很充分，而是站在说想要消费他们穿凿附会这个台湾的政治领导人也没有像美国一样写很好的回忆录还是口述历史的习惯。那很多回忆录常常也都是非常的片面因此呢让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即使是他距离现在并没有那么遥远，可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就没有这么的完整公正跟客观。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马英九先生他常常就标榜我是蒋经国的这个英文秘书嘛常常说他就是这个蒋经国的这个传人等等等等。可是呢这个最近呢我就看到这个他就发言说蒋经国呢当总统的时候，当年问马英九担任秘书说你这个戒严法 martial law 这个是什么意思
好，然后呢，这个马英九就说，他就赶快去查了好几本字典，然后就告诉这个蒋经国说，这个戒严法马修罗就是军事统治。然后呢，这个蒋经国就说我们怎么有军事统治呢？于是呢，言下之意就是蒋经国解严是来自于马英九的这种告诉他的这件事情。可是实际上呢，我们想想，蒋经国呢很年轻的时候呢就留苏。不是一个没有国际观的人。后来呢，也曾经派到苏联去跟斯大林直接面谈。然后1965年担任国防部长的时候呢，这个当时蒋介石呢派他直接跟美国詹森总统会谈。换句话说呢，他的英语能力纵使不是特别好，但是也不至于说以这种资历、这种身份的政治人物连一个 martial law 这样子的字眼都不知道他的意思。都不知道说这个国外对戒严的评价，这怎么可能呢？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台湾，甚至包括在中国大陆都是这样，就是这个正确公正的历史研究还没有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流，所以就让这些各式各样的政治人物在旁边穿凿附会，在那边这个各取所需。我认为这个其实不管是支持或反对这个都不太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蔡英文总统呢，他这个在这个七海文化园区发言然后国史馆呢也在推动说，陆陆续续要建立总统图书馆的计划嘛，这个将来会有李登辉总统图书馆等等等等，甚至蔡英文卸任了，将来也会有蔡英文总统图书馆。我认为这个就是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社会逐渐的向这个西方民主社会看齐，逐渐的愿意对这个过往的政治人物站在历史专业的角度给予公平的评价。我认为这点其实是真正一个社会要对抗集权专制最大的本钱。不是说少数的一些临时高压的政策，还是说这个一言堂的这种观念就可以团结国家。我认为这点其实是台湾的蓝营人士需要去思考一下。